嗨，大家好，我是宋燕人宋医师，欢迎来到初日会客室。如同我们前面讲过的，会客室就是一直希望我们踏出初日诊所的舒适圈，不是只谈肥胖或者是慢性病。所以我们曾经邀请过的，我现在捋了一下，发现我们谈的题目非常广。我们曾经邀请过益生菌教父蔡英杰教授来谈益生菌，找过功能医学的专家刘伯仁刘医师、陈俊熙医师，也找过中医师。虽然有人说中医好像不怎么科学，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他的理论。找过阿明师来谈经络，我们也找过一些特殊的医师，就是本身是医师，但是他发现除了他专长之外，原来有他自己专长之外他不知道的东西，包括像大幅训练的医师，包括足踝专家吴兆基医师，作为一个骨科，他专攻在足踝。那我们也找过一些心理医师，像马大元医师来谈自闭症、忧郁症等等，也谈过心理专门的问题，找过苏从奇心理师来谈心态怎么样让你可以达到体重的控制，这其实蛮有意思的题目。我们还找过跟体能真的很有关系的何立安何教授来教我们真正怎么样从理论上面去了解体能训练的意涵，也找过一个实践者，像比如说林永昌医师，用所谓的枯木逢春法，让脑麻的患者居然可以跑半马。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好惭愧，我练了几年连1/4马都跑不到。我们还找过徐栋英教练教大家超慢跑，那集相信有很多人受益。我们也找过物理治疗的专家，像邱希治疗师，3个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3个字，教我们怎么样做，连做都是一个题目。我们找过一些非医学的专家，比如说我们找过财务专家周行一周教授，教我们怎么样理财。也找过最近大概争议蛮多的食品专家文长安文教授，来告诉你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的食品到底有多危险。这些题目都是我们希望踏出我们的舒适圈。那最近我们也更跨出这些非医学领域，开始慢慢的往更人文、更探自内心的领域。比如说我们找这个瓦基，他本是个台积电的高管，但是突然变成一个说书人啊，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那我们也找过哇塞心理学的这个台长蔡宇哲蔡博士来谈一谈睡眠到底有多重要。今天呢，我们循着这个脉络，可能会是这个脉络的最大的爆发，将会是我们这一集里面这个会期里面最特殊的一集。为您请到的名字，我讲出来之后，这个节目很可能就会爆炸的。为您找到伯恩，曾伯恩，伯恩，欢迎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宋医师，大家好，我是毫无专业可言的喜剧演员。刚刚介绍那一整串，我现在体感很像是那种健美比赛，然后没练就上去在那边跟人家 pose， 露出2个，很明显他有问题嘛，他能乱的。对，我今天会尽我所能的尽量把一些事情讲得有趣一点点。好，也是您的一贯的特长，把一个无聊的题目可以讲到活生生的。哇，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啊，对啊，不，我看过你的节目，我从头笑到尾，就如同我刚刚在这个化妆间跟你讲的，我就是买不到你的票啊。好，这次我们邀请宋医师，太好了。我想第一个先跟你攀一下关系，我们是校友啊，建中学长，对，但是我们可能差了40年，所以有点久。那可不可以先再介绍一下？我知道你有很多斜杠，但是你的背景，我猜想你这么有名，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讲一遍，你的学历背景以及你的重要经历，包括你现在的事业，还有有些重要事迹，也许由我来讲啊，自己讲觉得会有点自夸，我来帮你讲，都行。好，那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的学历基本上就是双学双硕啦。那大学的时候是台大的外文跟心理双主修，然后后来我的硕士是念了一个2年可以拿2个硕士学位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程，所以它也不是就是学位。第1年在英国，在伦敦大学学院，然后后来第2年去那个时候的巴黎第6大学，也就是皮耶与玛丽居里
的大学，但是他现在被整并了，所以叫索邦大学就好。那他在这两边读的都是跟神经科学有关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的硕士学位。在毕业之后呢，跑去不务正业，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就是因为我下班时间会去一些酒吧讲笑话给喝醉的成年男子听，所以意外的有一些影片比较爆红，所以后来就用喜剧来当做我的正业啊，开了一个公司叫沙泰尔娱乐，做出来的节目大家可能听过的有夜夜秀啊，或者演上这种节目。那我在主持夜夜秀的期间，可能比较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次总统大选，那3个候选人都有上过节目，那3集我都看了啊，对，大概是这样。OK， 那3集大概是我真正很认真去看你的秀的全部，其他的呢，我大概就是听了一下，觉得好好玩，那可是我发现你的重要事迹之后，对你的这个成就，其实小年纪有这种成就，真的是很令人蛮咬牙羡慕的，对不对？好，但是重点是这样，真的是很厉害。您是呢台湾的单口喜剧的开创者，过去没有这样的人，把美式的脱口秀的形式带入台湾。我猜想，搞不好你也是推广了大陆现在很红的脱口秀，大陆在你之前似乎也没有。绝对不可能，我猜不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在台湾这种文化不多，在美国其实我听过不少的脱口秀，其实还真的是不容易啦。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我经常上台演讲或者是当老师，在舞台上要即兴发挥的场合有，因为我经常会因为我那个时候担任什么课外活动组长，常常要办一些活动，所以临场讲话，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您也是首位登上小巨蛋的喜剧演员，2020年办的个人专场《破蛋者》，这个名字听起来真是超厉害，创下近万人入场的记录，这是多少人羡慕的记录？不是近万，这是13000，是我算，应该说破万人的入场记录。对，更正，对，近万人，小看了你了。对，首位在国家剧院演出的喜剧演员，首位在美国知名喜剧俱乐部 Laugh Factory 笑工厂举办全中文演讲的喜剧演员，这些事迹真的是对一个年纪轻轻的不务正业的受过正式训练，应该说没有受过正式这个不是戏班科班出来，不是戏剧科班出来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今天访问你呢，有一点想用闲聊的方式来探讨你这个人，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太漫无章法的乱谈，所以我们还是稍微列了一个访纲了啊。那这个访纲可能跟最近很夯的这个 AI 有关，但是也大概从您的最近的演变知道说，您开始用 AI 来帮助你写剧本。那我觉得这也刚好跟我们诊所里面有一个方向很接近，我们诊所现在也准备用 AI 来帮忙写病历。虽然听起来很恐怖但是我个人试了几次，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可行的方式。那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来交换一下。我有听我的一些医生朋友讲说，现在其实 AI 来，就是你跟他讲你的一些病症，他判断疾病已经蛮准确的。对，我们上次几个医师判断之后，发现他具有 R2 的 level， 还没有到 VS 的 level。可是最近这个 Grok 4出来之后 ，Elon Musk 说 across all board， 从各个领域，他都超过所有的 PhD。那我觉得这个 AI 的成熟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快了哈。那 anyways， 欢迎您来。那我知道您最近在准备，就在您背后的那张广告上面叫做奥德修斯的专场。没错，可不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这个演出的亮点在哪里？那我呼应一下刚才讲的学历好了，就很多人知道我是学神经科学的。那以前我在某一些专场里面，可能海报设计上面，我会运用一些心理系用到的一些就是小噱头，但是外文系的这个大家好像忘记我念过外文系，所以我今年的想法是这样，我就看很多的作品，他们之后都可以被改写成其他形式，好比说《悲惨世界》，它原本是一本书，它后来变成音乐剧跟电影。对，然后最近最近《百年孤寂》Netflix 改拍成影集，然后楼下的房客好像原本是一首诗，
那虽然有些法律争议，但后来有人把它写成饶舌歌。哦，所以古今中外都有本来的文学作品，就是那个很好的文就是学作品，广泛定义的文学作品被改写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潜力。我就在想说，奥德赛是每一个外文系西洋文学概论必读的经典。这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吗？不是，它是荷马的史诗。荷马的史诗。对对对。那我自己几乎最喜欢的一本书是那个 James Joyce 写的《尤里西斯》，他也是在致敬奥德赛这部作品。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喜剧特辑 （comedy special）？它的架构是跟这个史诗一模一样的。OK， 因为其实我觉得史诗里面遇到的各种挑战跟怪物，与现代遇到的挑战和怪物是非常相似的。就史诗之所以时代不同而已。对，之所以成为史诗，神话为什么会流传，就是因为不分年代，大家遇到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OK， 所以现代人的荒谬旅程跟这个 Odyssey 那个年代经过的差不多。那这边提到的就是 AI 这个议题哈。你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很幽默。对，你可以把一个很无聊的事情讲得很欢快，把一个很伤心的事情也用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让它变得很好玩。那我听说你最近在进行一项计划，希望能够培养出 AI 写喜剧的写手。你认为幽默感是可以被 AI 这种训练的方式来定义，用科学化的方式来定义跟训练吗？就是你觉得AI 有幽默感吗？好，这个我先回答一下幽默感能不能被训练好，因为这个问题的相反其实就是说每个人的幽默感是天生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去叙述，很显然它就不对嘛。你不会2岁刚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你就 punchline 连发，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个25岁的人讲话会比一个2岁或是3岁的人幽默。也就是说，在个体内的差异是存在的。那有什么原因会让我们觉得幽默感是不能训练？我觉得不知道为何世界给幽默感这个东西赋予一个很神圣性的地位，好像说有些人就是天生这么好笑，然后这个东西后天训练不出来，或者他是需要靠灵感他才会得到的东西。但在其他所有的表演领域里面都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不会有一个写饶舌歌的人告诉你说，饶舌歌词没有办法训练，这都是天分。也不会有一个画家或是任何表演艺术的人主张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却对于幽默觉得这个是无法系统化训练的，我觉得蛮奇怪的。所以 anyway， 我觉得找得到蛮多例子，是一个人他经过训练之后变得幽默感，对，变得幽默。那我真的需要被训练一下。我一直对于这个英文里面有2个字，就是说 witty 跟 humorous。有幽默感跟 witty 应该怎么翻译？巧智是吗？就说很怎么样？很机智，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机智感。我觉得我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有那种机智感。我接人家话尾巴，我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好笑的东西。是。可是你要我原发的讲一个笑话，我是一个最不会讲笑话的人。所有认识我的人大概都说我就是一个超级严肃、boring、无聊的人。所以你觉得可以训练？可以训练。那你也可以觉得说 AI 事实上是可以训练。我的 AI 大概跟我的个性很像。那我一开始跟他界定我是谁之后，我的 AI 现在回答我的方式简直是跟你一模一样，对，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对，一开始就是尊敬的 Professor Song， 关于您的题目可以分成下面几个方式来叙述，1、2、3、4、5。您需要的文献我列在如后。您需要我帮你把文献再整理成更进一步的演绎吗？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出来。也许我应该稍微跟你学一下，用什么样的 prompt，让他可以回答的幽默一点。那我觉得AI 这件事情是这样，我认为它不会策略性的规划，它会执行任务。所以其实制定就是战术这件事情，还是人得下去做。那他可以把中间的步骤给完成。所以笑话用 AI 来创作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部分的
架构还是人类给它的。那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应用在人类跟应用在 AI 上面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笑话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举一个我觉得最好解释的类型的笑话，是比喻类型的笑话。那比喻类型的笑话像是什么呢？我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国外有一个喜剧演员叫 Sam Morrill， 那他讲过一个是说，戴保险套就像在做志工服务工作，你每次都很不想要，可是做完会觉得，我真棒。好，这个就是一个比喻类型，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笑点的比喻，它并不是单纯贴切而已，它还有一个笑点。所以 A 像 B， 因为某个原因。好，那在写这种笑话的过程，如果你要非常 SOP 化，我过往的认知是，你的 A 跟 B， 你都去做一个联想的清单，就你 brainstorming 做联想表，然后2个联想表列出来之后，开始去连看，只要连得起来的地方，就有机会写成笑话。好，所以我就叫 AI 做这件事情，随机找主题 A、主题 B，联想清单连看写笑话，然后就发现他可能给我的东西确实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但一点都不好笑。OK，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思考，他的步骤错在哪里？情感，缺乏情感，所以才知道说这个步骤我原本以为只有联想清单 A、联想清单 B 连看，但是不对，还有联想清单 C 是情绪。情绪它可以是正向的情绪，或是负向的情绪，比如说丢脸、没有成就感，或是后悔、恨，这种情绪要跟前面它连起来的那条线再次连线，它才可以激发脑中情绪的回路。就基本上幽默是语义的回路跟情绪的回路两者交集。所以在你的训练的方式当中，就是你必须给他这3个元素：清单 A、清单 B， 等于说事件 A、事件 B 的联系，再加上一个情绪的 C， 让它连在一块儿。对，然后他就可以写出一个稿子来，是可以还不行。对，因为他这样子，你再让他去跑，就会发现说，还是不好笑，为什么？然后这时候就扪心自问，你要开始内省，说到底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不好笑？然后我发现的是说，因为他选择的那个联想表里面频率比较低的，就比如说他今天的主题是podcast 好了，然后与其讲麦克风或是耳机，他跑去写灯或是相机混音，对，一些关联强度非常低的，那他能杠杆出来的情绪就会比较少，因为你需要理解那个词的认知资源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时候我的 SOP 又多加了一条：当你列出联想清单 A、联想清单 B， 请你依照他们的关联性强到弱排列。如果你在连看的过程当中有强对强的取其优，然后再去跟秦强对，然后再跑一次，就会发现他写出来的笑话变好了。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当我们想完一件事情的步骤该怎么做，然后这个步骤是详尽到每一个细节你都有顾到的时候，其实事情就已经做完。所以这当中是你要详尽到你顾到每个细节，还是 AI 去顾到每个细节？是你。对，所以 basically AI 是在你现在的角色听起来它还是你的工具，是，对不对？是。所以这如同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经验也是一样，我的 AI 现在是我的主要工具。我每次想到一个我临床上的问题，或者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我最近对2件事情很有兴趣，一个是蛋白质的功能，一个是胆固醇的真正的生理意义，跟现在临床上面一直把它当作是一个疾病的危险因子。这当中其实有很多是我自己的想法，之后我想让他去帮我验证，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找所有论文。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其实他一直会被过去比较充斥大量的我认为是误导性的文章会占据他大部分的思维。那你就必须要透过一些引导的方式让他去看我认为他该看的那几篇文章，请他把那几篇文章的重点去跟过去这么大量的文章去做个对比。那也会挑战他说，这样的文章新的发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胆固醇，我们讲说大家都听过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会造成心脏血管的风险，
大部分的文献，我们大概说99%甚至99.9%的文献都赞成，这个 LDLC 是造成动脉硬化的原因。可是最近就有这么一群人呢，他们在原来正常的胆固醇的背景之下，吃了几年的所谓的低碳高脂食物之后，他们的身体变得健康了，他们变瘦了，他变得更有活力了，一切指标都指向他们是在健康的状态之下 ，they feel great， 他们觉得比几年前他那种 crappy 的样子好很多。但是就是这个胆固醇飙到天上去，我们正常的数字在台湾是130，在美国现在把它压低到100以下，就是单位以下。这些人通常平均是230，高的可以到600、700、1000。所以医生如果看到这个数字之后，你明天大概血管就要塞掉了。可是这些人吃这个低碳饮食，平均4.7年，有些人吃了10来年，一个事情都没有。然后跟另外一群正常的人去相比较，就是一群正常吃饮食的人，找了一组跟他们同样数量、同样年纪、同样性别、同样种族比例，去 match 他们之后，去测量他们动脉硬化的程度，居然没有差异。那一群正常的人平均的胆固醇只有123，这一群人的平均胆固醇是237，最高可以到650，而且是650跟237之间高高低低高高低，跟他们动脉硬化的程度一点相干都没有。但是就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抵抗那前面10几万的文章，这当中就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就 AI 去判断知识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一定会被他视为不重要，对不重要的。可是这边典范转移不是最重要的，就是答对了，对啊。所以典范转移，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提醒他说，这个发现对于传统的范式有什么挑战？当你这样引导他的时候，他就会回过来思考过去的范式跟现在的范式中间的差异。我觉得 AI 对我的帮忙是这样，可是我现在的感觉跟你刚刚描述说，你要给他事件 A、事件 B 跟情绪 C，这个条列之后，他才能够创造出接近你想要的东西。对，那这样的我的感觉是说 ，AI 在目前的应用程度，我们人的角色还是扮演很重要，还是蛮重要的。那不过我觉得过往大家会认为 AI 迟早在笑话创作上面会卡关的地方，因为我觉得 AI 对任何的行业造成冲击，大家就会开始思考说，人类可以退到哪一块净土，这个应该是 AI 供不进来的。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说情绪它无法就是它没有办法理解人类情绪，但是其实去年今年很多论文都就是我记得他们是在测说，当一个人讲话，然后他有潜台词，话中有话的时候，现在 AI 判断已经比人类来得准了。你说判断潜台词，还是说他的回应里面有潜台词？判断潜台词 ，OK 背后的意思。所以就是情绪这一关，它显然已经过了。那我们自己在笑话创作的说，那没关系，我们前提就是那种哲学真正要碰触的那种深层思考的点，这是 AI 无法做到。可是我其实觉得它也可以，我也觉得终究可以了。我觉得现阶段应该它还没有到那一点。就我自己应用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它不见得立刻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那个层次，你还是要引导他，或者说我们这样讲啊，他其实想的比我们多，只是他回答出来可能没有到我们要的。你只要问对题目，通常可以得到还不错的答案。甚至我有时候，像比如说我刚拿到 Grok 的时候，因为以前被我训练过的 AI， 它其实有点蛮迎合、蛮谄媚的，就是会回答我要的东西。是。那 Grok 我刚拿到的时候，是他没有被我训练过，我第一次用它，我就丢一题我刚刚类似的题目，就问这种比较挑战性题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开始怀疑这个 AI 之间彼此会谈话，他回答的答案居然跟我训练过的那些 AI 答案8、9不离10。那我当然心里另外一个高兴的地方就是说，会不会现在其实以 AI 的判断，这些知识源最终的结论应该是接近现在 Grok 4给我的最新答案，也就是说那些还是低口不承认这些新的范式在转变中的那些人，其实是一群老古董，他们将会被推翻，我心中这样窃喜了。但是重点就在于说 AI 其实也许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进步到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它的程度。对。那我们现在谈的开始已经把我们的应用经验有点离题了哈，但是我们现在赶快回来。那
作为第一线的这个观察者了，其实你现在不只是观察者，你根本就是应用者，强深度的使用者，甚至用它来创造了，对不对？你认为这个 AI 将来了啊，很多人谈到的类似的冲击，它对于创意工作者跟一般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冲击？那大家应该要如何应对这个冲击？今年我其实做了一件比较有趣的实验，就是我们办了三场演上这个表演，然后通常演上的配置是这样：一个 head writer 带5-6个就是 writer， 那其中一场我是 head writer， 可是我没有带5-6个人类，我只有带着我训练过的 AI，然后自己一个人独自完成了一整场。那就可以卖个关子啊，大家可以去猜说到底哪一个是 AI 写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很难判断。我们根据问卷回馈，它是3场里面评分第2高的，然后评分跟第1名就是在100分量表里面只差了 1.5， 所以就是过往我们在比较保守的人会觉得说 AI 可以取代掉大概30%的人力，比较激进一点的人会说50%，可是在我的这个 case 上面，它取代了可能90%了。对啊，是对，你一个人带了5-6个，就是6分，一个7人团队被取代了6个人。对啊，对，那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年代很喜欢去散播一些恐惧啊，就是说 AI 将来会统治人类，或者他们如果害我们怎么办？但我始终觉得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人类本身啦。我想到的东西是在一些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时候失业率突破10%，然后社会就非常动荡不安，那个治安急速下降，这个是10%的情况。万一真的是30%、50%，乃至于80%-90%，我觉得其他人类的威胁更大。可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突然发生，当然是会很恐怖。有一天 AI 突然成熟起来，说：“哎，我就可以取代这些人。”然后这些公司的这个决策者就决定，我把公司50%的人通通用 AI 来取代。我相信一定是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会发生，社会动乱会发生，可能会引发革命也不一定，至少会引起动乱了哈。难民潮、零元购这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以现在进展的趋势，开始大家去这个 diffuse 这种概念说，未来的决定点应该是会用 AI 的人战胜不会用 AI 的人。所以用不用 AI 成为一个人的技能的怎么样决胜点嘛？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就会开始学 AI。我其实有一天就跟我女儿讲说，你们知不知道 AI 啊？那学校有教啊。我这么厉害，学校有教，我学校教什么？就教 AI 啊。我说教什么 AI？ 他说老师有跟我们讲有 AI 这件事情。我说那不叫教 AI 啊。我说有没有真的是体验 AI？ 他说还没有。但是我相信大概很多高中的老师应该已经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我们这样讲，就我所知，科学界包括我们自己也在深度的运用 AI 在协助我们写论文。我先不讲别的，光是过去我们的写好的稿子要找一个英文的这个 writer 来帮我们 correct 那些英文文法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我们寄过去3个礼拜回来一稿，写完之后你觉得他到底有改还是没改啊？就是他大概也很懒。可是我们现在丢给 AI， 基本上就是2-3分钟的事情，他就帮你改好。我甚至觉得那个改出来的东西，我有次改完之后我说，哎呦，这个 AI 写出来真的还找不出半点文法的错误，虽然觉得有点 boring，就是少一点故事性，但是就 correctness， 所以英文文法上面几乎无懈可击，很少犯文法的错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说 AI 这件事情可能会取代不少的人力，但是真的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我觉得就好像当初这个机器发明之后，很多人认为很多人会失业，可是发现机器需要更多人去操作。那如同你刚刚讲，就是 AI 你自己要花很多时间去 train 它嘛。所以我觉得将来那些可能会被 AI 取代的人，可能会被 retrain as a AI user 或者是 AI trainer， 他必须要学会去应用 AI 来帮助他。那其实我的认为会将来我们会得到一些更高品质的员工，做出更高品质的服务的价值。我是没有那么悲观了哈。
倒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舞台工作者，假如你都用 AI 帮你写好剧本，你会不会缺少了那种自我创作的？第一个，创作其实是一个快感，对不对？你会不会失去那个自我创作的快感？上去之后，你会不会失去了那个临场发挥的即兴的那时候的临场的乐趣？比如说 AI 它没有办法预先知道观众可能会有的回应，是，可是你的表演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观众回应之后，你会有立刻的不同的即兴的回应，而不是完全照着脚本嘛。没错。就算照着脚本，也是即兴之后会把它拉回来。你会不会觉得说 AI 会让演员失去这部分的能力？我觉得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我觉得 AI 反而会释放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过往，我们假如说写完1个小时的内容，然后在不停巡演的过程当中，大概我自己个人第3场之后就会进入 autopilot， 就全部都是自动导航，然后我的脑子已经放空了，因为我嘴巴知道要讲什么内容。那这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认知资源被释放，我看得更清楚现场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它冒出来的任何一个声音。因为当你在背诵你写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注意这个人讲的是什么，你更没有办法回应。Exactly。但是当你 autopilot 之后，我更有余裕去处理一些现场的 crowd work。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说 AI 它帮我们做了我们其实不想要做的 leg work 之后，我们反而有更多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对，另外一个是，就是可以想象说，我们先假设 AI 可以做到幽默的程度，也就是说，你只要擅长使用这个工具。现在的演员，我觉得有些人是因为文本吃香的，因为大家的程度不一，那特别会写的人就可以脱颖而出。我们就不要讲台湾例子，很显然国外有一些 Anthony Jeselnik、Jimmy Carr，像 Anthony Jeselnik， 他一开始是帮美国的 Comedy Central Roast 当写手，写一写，所有人发现他好优秀，所以他单飞出来当表演者，依然很优秀。将来这件事情会被扁平化，你的写本能力，你再怎么有天分，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工具会帮助没有天分的人达到近乎有天分的人的程度。那剩下什么？表演者剩下的是表演能力吗？万一表演能力，我们也假设它是可以经过训练之后，假设你同一套内容，你讲40-50次，你的表演总该雕好了吧？啊，不然你在做什么？对，练了40-50次还不会，那就不要做这行了。对，对，真的，让我想起以前大学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 practice 不会 make perfect，practice makes permanent。OK， 所以就是一个错误的表演，经过40-50次的演练之后，会是固化的错误。如果你一直犯错的话，对。好 ，anyway，那我们先假设表演也是可以雕得好，所以文本被扁平化，表演能力被扁平化，剩什么？我觉得最后的那块净土的确也是即席互动。因为这个你绝对没有办法现场。观众丢一个东西说：“好，你等我一下，我的稿子，我的 Grok Floor 很厉害。”对，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个娱乐形式可能真的会朝着更多即时互动去发展，然后大家应该要抢先在 AI 之前把这件事练起来。好，我问一个题外话，就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民众对于 AI 会对未来冲击而开始做准备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哈哈哈。这哇，我每个想法都超级悲观。我这个有点即兴问的题目。我最近录完一集 podcast， 是一个就是那种育儿专家，然后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就不免产生了一个疑虑，是说会听这样内容的人都已经是比较好的父母。就是在那边毒打一顿家暴的，他才不会听说那我该怎么教育我的孩子。他不会。所以我觉得会去预先规划 AI 冲击的人，本来就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我们当然有这个可以从一些过去的社会学的研究证据来讲，就当一个新的思潮来的时候，社会跟上的能力有多少？大部分的统计就是说，那个 early adopter 大概是 2%，好少。然后 secondary 的那些 follower 大概是 34%， 所以加起来还不到 40%。60% 的人都是 laggers。所以有60%的人都是等到世界都已经变了，他才发现啊，
我已经活在不同世界。所以我预期 AI 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就是将来有60%的人，可能是落在后面的。可是有人是说，这个整个会翻转的局面是说，当那些 follower cross 那个60%的线，剩下的40%也会变成一个迅速的跟上的人。所以就是从40到60的那个20% 的那个时间可能会拖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观察是说，我周遭的人会用 AI 的人并没有我想象的多。东问西问，我周遭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知道 AI， 可是真的会说 daily 去 use AI as a tool 帮助他的工作的，真的还没那么多。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 worry 啦，我只是说，反正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嘛。那 AI 到现在为止，它的界面还有一点点难度，就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基本上不太会用。对，那你如果会懂得利用 AI 的一些长处，其实现在 AI 包括像什么 Sumo 这种会做音乐的，那有时候你看到它真的是很惊人啊，会做画的。现在像 ChatGPT， 你随便叫它生成任何一个可能的画，它都可以做得出来。你叫他修图，那个更是厉害不得了。因为我很喜欢摄影，我有时候就说，那我自己修了半天很难看，我就丢一张我修的差不多照片，我说，请你把这张照片帮我修得更完美一点，保留哪些东西，哪边帮我美化。你知道出来那个照片叫 stunning，我就把它抛上去之后，哇塞，这什么相机照的啊？我就说它是 ChatGPT 相机照的，所以这我觉得就是说未来的状态。您刚刚有做了很多的预判嘛，比如说大规模的失业，然后最后也保留到说你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你那个即兴的天分。可是这样的话，等于说也没改变太多现状，现在也就是有这种能力的人才活得下来。那有没有办法在你的角度里面看起来说 AI 未来会改变那些也许没有这么强能力的人，他们也可以站上舞台，变成类似你这么强的人？也有可能，因为我其实今年找了蛮多不同的单位，在利用 AI 做不同，算是同一个大主题底下不同子项目的事情。那刚刚有讲到比较是生成式 AI 怎么样产出笑话，另外有在想办法做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场工作其实每一个我自己本身每一场表演都有录音或是录影下来，然后回去就是会检讨自己。但是这个检讨的过程很浪费时间，因为我就是要看影片，然后看，这个笑话跟上一次讲比起来，它的笑声大小有没有差，或者它笑声是不是延迟了一段才出现，代表说观众理解变慢了，我做了什么改变让观众理解更困难了，就需要去最佳化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有跟很多声音工程师，然后之前 Google 也有派人来我们公司，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直接大量的影片素材丢给 AI， 然后它直接帮我跑，它去分析音讯里面的某一些 parameter，好比说 amplitude、delay、attack、decay 这种，然后来告诉我，因为它听得出我讲什么话嘛，现在语音辨识已经很厉害了，对，每一个笑话的好笑程度到哪里？好，那这个事情它如果有办法判断的话，就等于说笑话本身已经有一个客观量化的 feedback，它可以判断笑话的好坏。这个功能可以拿去训练人类跟我们刚刚讲到的生成式 AI。所以任何一个接下来要踏入行业的人，未来啦，他除了可以得到生成式 AI 刺激他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举个例子好，假如说要写一个谐音笑话，或者是一个双关笑话。我想要写一个双关笑话，随便举例，像想不起来，那想不起来，它有就是我忘记了，想不起来，或者是我赖床，我想不起来，就这种双关。那就任何的文字游戏，我如果喂给 AI， 它可以帮我条列这可能性1、2、3、4、5、6、7、8、9、10，然后我再去挑就好了。所以以后要踏入这个行业的人，除了可以得到生成式 AI 这样子的辅助之外，他还可以得到第二个机器人，告诉他你写出来的笑话好坏程度怎么优化，所以这个是在着手的另外一个子项目。Sounds very exciting。你这样讲就我觉得很 inspired， 就是说我们有类似的计划，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落实。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说，用 AI 来帮我们写病历，
当时最简单的想法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师咨询，前面跟病人聊了很多，他最后要写一个 note 给我做医生，我才一进来之后，我才可以一下就知道他的主诉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这个过去减重的辛酸史是什么，目前的用药是什么，有什么 underlying 的问题，那他最重要的卡关的问题可能在哪里？可这个只是文字记录，等于是说听完之后他整理的东西。如果说我们的治疗模式，比如说我自己有一套治疗哲学，这样的病人在还没进来之前，光是这个背景已经可以生成一个治疗模式的方向。我甚至于在问问题的时候，我都不需要问这么多，我大概就可以开始往我治疗模式的重点去问。甚至于你刚刚讲说这个笑话跟那个笑话的比较，哪一个笑点会比较高？那同样的，我们的病人的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他主诉了这么多，哪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可能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Unfortunately，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成熟的状态。我们虽然有那个按钮可以按，但是我们的这个营养师们呢，基本上在操作上面还是忙着做他的笔记。所以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还是在看他们写的笔记，没有办法看到 AI 的笔记。所以我每次看到 AI 的按钮，我们的工程师已经帮我们做了那个按钮了，按下去都是空的。那我第二步本来的希望是说，将来我们的病人的谈话内容，我基本上就会很专心的听病人谈话。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在听，对，这个电视上你也会看到很多 YouTuber 在嘲笑医生。哦，哎，什么事？哦，好，哦，好，来，那去领药。病人讲话了，你连问都不用问，他打什么你就开什么药，打完病历之后把药都开完，点，领药啊，下次 OK。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病人其实很希望。你这样在剥夺我们可以嘲笑的点，不要开发了啦。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都在嘲笑这个医界到后来落入的一个场合，就是因为病历是医生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所以你如果完全不写病历，绝对出问题。可是你就失去了倾听病人的内容，然后建立一个良好医病关系，甚至于把病治疗得更好。如果你多问2句，你可能会问出不一样的答案，然后你给的药方、给的处方就会不一样。甚至于很简单的讲，就是说，过去我们看报告，其实有时候医生跟病人之间很难沟通，就是比如说病人会拿着报告来讲，我跟他解释完之后，他说为什么我的医生都没有跟我讲？我说那你的医生跟你讲什么？他只说我这里有问题，就叫我吃药就好了。那我们这边是等于是从头到尾的解释病历。那我后来也想说，这样好浪费时间呢。其实从头到尾解释很浪费时间。所以如果有 AI 帮我把他的报告，第一个先提纲挈领的整理一份出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甚至于还可以依据我们的治疗哲学，因为我们的治疗哲学有一点点跟主流的思维不一样，就把我们的训练的东西就提供到这边来。那医生其实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就跟病人真的在谈话。所以这是我觉得 AI 最有可能的一个在我这边的用法了哈。好了，我又离题了，我一直想要跟你。刚那个我有想到，现在的大学生超级幸福的。以前大学的时候，你就是因为忙着做笔记，然后完全听不进老师在讲什么东西，也没办法思考，也没办法问老师问题，乃至于回家才有办法思考，然后下一堂课抱着问题来问老师。然后现在的学生也不用经历那个。你还没有抄完，老师把黑板擦掉。老师不要擦 Exactly。哇，你们错过太多了。现在学生根本不 care 老师擦黑板，他们就是一个录音笔全程录音。然后这个录音笔会做什么呢？当你上完课，他直接把组织稿给你，然后你再按一个按钮生成摘要。甚至有太轻松了吧？不是，我最近看到 FB 上面也在卖一个，现在它不只是组织稿。他直接生成摘要甚至摘要上面还有更厉害的地方，他问出这个摘要上面可能会衍生出的考题，重点题目在哪里都有。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真的是幸福的不得了。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未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学生。你说我一直觉得说未来的学生应该会学习比我们更好才对，因为他有更多的时间听，他省掉很多你刚刚讲的那些 labor 的事情。释放出自己更多的想法的空间，有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你把 AI 运用到你的领域里面，我觉得可以预期你的成就会更加的更上层楼。但你已经是个大红大紫的人了。我们回到主题要问的题目了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现在自己也开始感觉我好像有点半个公众人物，走在路上变成有人认得出来的时候，觉得糟糕，我
穿成这样子被认出来，实在是下次不能。你的下一步就是在餐厅的时候，你只会选择角落，然后面对墙壁，然后默默的吃面。我刚好穿着夹脚拖、短裤跑出去，被人认出来，真的是很丢脸。Anyway， 作为公众人物，你自己如何面对所经历过的炎上风波？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你平时怎么样来调节或者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心法吗？我其实去年在演小巨蛋的时候，我有大概针对这个主题有给出一个新的回应，因为其实每一个阶段我觉得心理历程不太一样，那个真的跟悲伤5阶段是蛮像的，一开始一定是 denial， 然后逐渐的就可以开始释怀了这样，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会觉得说就是一个 signal， 对，以前会把那个东西当 noise，现在会觉得那个是一个 signal， 对，就是先不要去 discredit 这些人说啊，他们就是大惊小怪、歇斯底里啊，就是没有幽默感啊，要去针对这个 signal 得到的资讯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以后怎么样处置可以让他们不要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对我来讲，现在它的意义是在这边啦。所以你等于是说，你现在可以相当程度的提升自己的情绪素质，可以不能说欣然接受，但是就很坦然的看待这个问题，不再去直接 denial， 还是也是会经过 denial。其实我在过往有做过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现在也可以透过 AI 办得到。就是对，以前我第一个阶段是会全部自己去看留言，然后我特别喜欢看负面留言，因为我其实觉得，我相信宋医师也是，这种从小到大那个学霸都会觉得说，我得到好成绩是本来就应该得到，那我们只去着重在我为什么会被扣分，那所以这件事情延伸到网络上，就是我只看负面留言，那称赞的我一概不看，那这个对心理健康不是说太好，所以后来我找到一些人可以帮我去 filter。他们先帮我看，然后说这些负面评论里面有哪些是有建设性的，那我再去看那些就可以了。OK， 不过现在 AI 就一样啊 ，AI 它可以润饰，把情绪性的字眼全部都删减掉，然后只告诉你有用的资讯。这件事情其实也应用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劳资调解会议，就以前就是那个劳方会充满情绪性的写完之后，现在会丢给 AI 说帮我产生一个比较没有情绪的版本，让我们可以给资方看，然后吐回来，那个东西就很好消化。就说哦，对啊，这个流程显然有问题嘛，就比较能够说服对方了哈。不管你说是资方、劳方写这种文件哦，我倒觉得我们的工作团队、服务团队没有用 AI 去消化我们那些负面情绪、那些负评了，就常常就讲宋律师有负评，负评怎样？听完之后，我也是跟你讲，我通常是 shrug it off， 就是算了，我们都采取一向采取鸵鸟心态，不回应，对，不回应它就会过去。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是越炒越热的，我们的这个主管就会适时的把它下架。我们的做法是比较就不让它去烧下去了。我不像你有这么大的勇气就让它延上去，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水下去，把它浇熄。不过 anyways， 我这个是我想每个人的风格啦，就您似乎对延上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应对的方法。我只有一件事情想要提，就是我认为现在延上，尤其是猎巫式的延上，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它有很多是根本性的矛盾，比如说。现在当一个人出事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要让他社会性死亡。可是我会相信人有再教育的可能。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骂这个人？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你希望根除社会上所有这种败类，那你会很辛苦。你需要去出征每一个你看不顺眼的人，每一个你觉得有问题的人，全部都解决了，这个社会才会进步。那第2个可能性是他被你骂了之后，有点像是那种刑罚，那他下次就学乖，他会改过向善。可是我看那些想要让别人社会性死亡、整个人消失的
思考逻辑里面，他们并没有想要看到一个人再被教育的可能。然后就我自身经验来讲，其实我会认为说，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惹出什么事情了。可是时不时还会被拿出来编一编，就当茶余饭后，我真的没有做事，他们就会说，哦，像是伯恩这种，尤其是遇到政治论述的时候，他说像。通常会被排在一排的都嘛什么百灵果、伯恩，这是谁？就是这一类的人，然后开始骂他的。我只能说，身为当事人，你会得到的结果是习得性无助，也就是说，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社会吗？你有想要让这些人的劣根性得到改善吗？如果你得到的是习得性无助的话，或者有些人他说算了，反正我改你也看不到，那我为什么不继续烂下去？不过有的时候被延上的人，也许只是说在某一个小节上面被延上了嘛，对不对？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说天生的烂人，他其实不需要被延上，他就是整个社会就把他排斥掉了，他还来不及被延上就下了台了。是能够在被延上的人，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种能力。至少站在台上，在公众的舞台上面可以被看见，看见了我只不过因为某件事情不顺了某一群人的意，一群人就攻上来了。那我是觉得说，您刚刚的那种处理方式，就是说，也许一开始因为你会很在意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去过滤这些风波，去看这些讯息。那你现在当然会用 AI 来说，先把你扫一遍，把它其中比较情绪性、刺激性的字眼先拿掉，让你知道有这些负评。但是没有那些刺到你的字眼，所以你的回应当然就会比较心平气和的去回应。那也许如果你知道说 ，OK， 也许我犯了某些错误，我也可以很心平气和的来下一次改正，而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下一次虽然我改正，但是我心里哇老大不愿意，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这边我还是要跟你讲，年龄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好处。忘了，这跟睾固酮的浓度很有关系。我记得你曾经上过陈君妮医师的节目，是验过睾固酮。对啊，我的非常低。其实我们后来对于睾固酮的理解是这样啊，只要够用，高低其实那个数字不是那么重要。我现在在补睾固酮，我补出来很高，可是我觉得我状态还是很低啊。没有，我就开玩笑，我只是说重点在于，我觉得某一些事情。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常常就在笑我说：“你不听老人言，一定会吃亏的。我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当下真的没有吃亏，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那个眼前亏的问题。到老了之后，真的突然发现，妈妈当年讲的话真的都是对的。那我现在这个年纪再来看这些事情，就会比较像是上了年纪的人来看，就觉得这就是人间百态嘛。所以我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开始想到用 AI， 但是也许我会让我的这个同事们开始用 AI 去来分析这些负评啊。那我其实除了这个延上现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取消文化了啊。不知道您对所谓这个取消文化的看法如何？我觉得台湾还好啦，还算没有到太盛行，没有太严重嘛。对，延上是很明显了，但是取消似乎还好。对，而且我其实有个想法。我其实蛮支持取消文化的哦，怎么说？就是说，假设我们分左派跟右派好了，那左派其实是在用右派的手段，就在取消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你说Netflix 它上了某一个人的喜剧专场，讲到一些很冒犯我的言论，所以我退订 Netflix， 那其实不就是回到资本市场去决定一个人的去留吗？这个是很右派的解决方式。我认同这种取消文化。如果他是今天写信去 Netflix 总部，请了他，期待他以一个就是大手腕的方式直接去掉这个人，那我不认同这种。但是市场抵制当然可以啊。所以你觉得这个取消文化 cancel 这件事情是一个个人可以决定的取舍问题？是我有时候不太，就是我想要放空，不是想要动那么多脑的时候，我就会直接用资本主义。可是如果说取消文化变成一个类似这种宣传性的时候，大家联合起来取消，联合起来抵制，这种状态会不会变成一个矫枉过正、
就这样讲社会性谋杀，把一个人的前途都毁了。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医界有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全台湾的这个属立医院，当时的属立医院啊，那时候还是卫生署时代，29个医院的院长同时下台，只因为一个检察官认为有集体贪污的事件，全部一起起诉，结果起诉完了之后，真正有被判刑的几乎没有几个，那可是29个的人都丢官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像类似取消文化，可是它有点像是很大规模的一个政治谋杀事件。那就在检察官的自由行政里面，这也是一种某种取消。那我会觉得这种取消文化，当它放到有权力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第二是放到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大家集合起来的那个力量，去共同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企业、某一个文化做成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打击力有的是会让被攻击者无力回首。那您觉得这样的状态是好，不能说好坏了，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刚刚天真的觉得说，大家是会根据事实来行动的，也就是说，当一群人想要取消另外一个个体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没有做错事，他们是无法煽动更外围族群的，因为大家会看事实说话。但其实我忽略了一块，的确是这跟比如说发声管道、话语权大小，或者是有些人不用特别讲话，比如说就是司法体系。光是做出了某一个行为，那跟大家对于司法的不了解，就会觉得啊，他被起诉了，他觉得有问题，没有嘛，还没判嘛，对，没有想到这个影响，所以这个的确是对。如果是这两个要素加重之下，那个民粹蛮可怕的。是，我觉得我现在来看，国内的这些，我们虽然不太谈政治啊，但是偶尔我也会观察一些政治现象，就是我觉得现在民粹。不只是台湾啊，在美国的民粹也是非常严重，大陆民粹也是这样严重。民粹好像有一点点在现在这个世界各国都有点被抬头。其实你看欧洲的也是一样，这个民粹主义一旦盛行之后，跟这个沿上取消文化，我觉得有一点雷同之处，就是一旦你进入这个民粹状态之后，就是极度尖锐的对立，那个意见言辞都非常具有谋杀性。具有毁灭性，那个被攻击的那一方常常会进入一个无法承受，尤其是个人啊。如果是一个群体，他可能还有一些群体的防御力量，他还有一些机制来做抵抗。如果是个人突然被盯上了，那简直是肉搜式的被你完全你这个第一次全部都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应该说蛮同情的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社会现象。有点越演越烈的趋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机会，就您作为一个比如说公众人物，我们有没有机会用什么样的一个示范的方式，消弭这种不太健康的趋势？哇，这一时无法接招，这个可能要想好一阵子。不过我之前有想过很类似的事情，是我好奇精神压力对我们人类这个硬体来讲，到底极限在哪里？就比如说，以前我们都知道说校园霸凌很严重，不应该霸凌。可是校园霸凌说实在，就你多起来会有几个、2个、3个、3个人、3、4个人在霸凌你，或一个班级30个人在霸凌你。现在网络时代是几万个人在霸凌你，对。那我们的心智真的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吗？它是怎么去 scale？ 有办法承受吗？我觉得好像人类不管怎么样微演化，都无法去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那解决方法可能。就是要去讨论一些之前提出来什么数位中介法，就每个人都实名制，然后你如果是错误的去网络霸凌别人，等同于伤害罪，你是要被追究的。那这件事情或许可以抑制一些大家因为匿名所以可以不负责任的攻击行为，可能吧？但是搞笑的方法没有想到。对我这个是我自己的等于说人生的路上面的一些省思啦。其实我虽然不是一个真的社会观察者，但是在这个社会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感触嘛。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我们同学呢
会写的那种游记，就会比如说湘江东瀛10日行，他去香港去日本游历一趟回来之后，就有很多的反思，看到国外的进步情况，认为我们台湾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会觉得很多很正面。很多年来，我们看的时候还有什么联合报副刊、中国时报副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回来就是说，常常会回来自省。可是我这些年来看到的都是台湾第一，台湾很棒，我们到国外去，我们看到都是觉得别人有的，我们也都有。可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的，我们没有的，好像没有人想讲，没人想听了。大家不想再听台湾没有这件事情，大家不想再听台湾也有不好的一面的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这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似乎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再自省的社会。这是我比较担忧的了哈。那我也会觉得说，作为公众人物，是不是有那种很迂腐的，我这个想法，就很迂腐的道德责任，应该来做一些比较正面的示范，对，比如说我们上台，就算我们是讲笑话，我们讲得很文雅，像比如说我讲这个podcast， 或者我讲 YouTube， 我就不是一个很搞笑的 YouTuber。我讲医学，我就尽量把我自己讲的说，我一定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题目我不要讲。那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定义，作为如果我现在要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公众人物，作为一个至少是 public 的媒体我不能算是工作者，我只是分享我的知识。但是我分享知识的前提是，一定我看过某一篇文章之后，我有想法，我把这个想法整理成为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来描述。这是我觉得，我认为对于现在的社会风气应该可以做的事情了啊。我又开始离题了，因为我看到你，我就有很多想法。好，我可以稍微回应一下。我认为这好像还是回到蛮个人的，就是说个人想做可以做，但是或许也因为就是刚讲的上述以上等头衔，我会担心我讲任何事情，尤其是这种应然的事情，我们应该公众人物应该喜剧表演者应该在台上讲什么样的内容，造成了一些我不太想要看见的后续影响。所以我的讲法会是说，想要这样做的人可以这样做，不想要这样做的人就可以不要这样子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超人，大家都是平凡人，不会因为你有比较大的追踪基数，就是说你的责任，就是我不认为他你需要扛起超人的角色。这也是我近年来在写段子的算是改变吧。以前血气方刚的时候，就会说这世界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子啊？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可是现在写作的态度上会变成，我发现有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吗？好像角度是跟大家一样，没有超人，大家都是平凡，大家都是平等的，对，大家一起面对。我其实非常同意你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超人，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说自己的道德的标准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教训别人、教育别人，更没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吹捧到说我讲的话，大家要把我奉为教主啊，呼吁大家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提升社会道德。我觉得那个年代过去了。那我刚刚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可能利用 AI 的帮忙，让我们在我们的文稿的塑造跟我们的剧情的塑造当中，潜移默化的传递一种讯息，是正面向上的讯息，让大家变成你说，哎呀，为什么我看到的伯恩永远是这么阳光，他的言语永远是这么正面，即使他讲的笑话，他讽刺到我，让我都觉得很高兴，那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觉得也许社会的风气会因此而改变。我就算批评我的这个政治对手，会讲到他，让他觉得说，哎呀，你讲的对，我觉得你讲的好笑，虽然我被你骂了，我觉得被你骂得很爽，就好像这次比如说这个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见面，对不对？这个川普不是安排B2 轰炸机，然后4辆这个 F-22伴飞过上空，那台湾的被解读是说，川普你看在秀肌肉，可是当场普京跟川普两个人看了之后见了面，然后回头来就居然是哈哈哈哈大笑。那我就想说，那你要怎么去描述这个剧情？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剧情的描述可以被讲得很正面。就当川普秀这个肌肉的时候，普京非常清楚的
他在做什么动作。那普京也很了解的说，你不是真的在秀肌肉，你只是告诉我你有。然后普京笑话的意思是说，你有我也有，只是我没拿出来而已啊。那其实这个高手过招，有些像华山论剑一样，其实手一举起来，你个姿势我大概就知道你的招数在哪里。对，我记得那个看金庸小说的时候，华山论剑完了之后，他们下山之后，另外有一群人也在华山论剑，那群都是一些小毛头，然后就很烂刀烂枪的那比赛。所以其实每一个领域，我的感觉是说，他们都有他自己的温暖的团体，他们都可以在当中取得温暖。那其实每个团体之间不用说那些这个华山的那个武大高手就要笑那群，哇，这群阿猫阿狗也能论剑啊！就是应该不必到互相不同的阶层去嘲笑的层次，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的想法啦。就是刚刚有讲说，喜剧到底能不能给社会一个正面的力量？我觉得它在前期是可以的。我怎么已经 foreshadow 我之后会朝一个很悲观的方向前进？前期为什么可以？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幽默，它涉及了认知的弹性，就是你看待一件事情，你知道不止这种看待方式。你面对一件事情，你可以不用生气，你可以不用难过。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在临床或者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像我今年有跟师大心辅系的2个老师接触，他们就是在辅导学生的如何转念的时候，导入一些幽默的思考方式。你是不是可以在对这件事情的确很糟糕，没错，但是找到一点开心的原因？那我在来之前，如果 WebMD 没有骗我的话，我有看到他们是针对忧郁症患者还有schizophrenia 的患者，他们训练他们去讲 stand up。然后发现，在8周追踪之后，他们的心里变得愉快很多。Oh, really？ 对，因为他们多了一种思考方式。WebMD 通常算是有根据的。对。所以就是说，光是提供这个思考的弹性，我认为对于生活那种压力排除啊，或是转念正念思考是有帮助的。但为什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喜剧演员他们的下场都是发疯或是忧郁症、自杀？对啊，我认为 Robert Williams 最后也是自杀，对，好几个，你说的没错。这个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Why？ 就是你觉得呢？因为他被贴上喜剧演员标签。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快乐是来自于你想一件事情，你可以有别的思考方式。可是当你被贴上一个喜剧演员的标签之后，你任何事情变得都要搞笑，你又失去弹性了。当你想要哀痛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行，我是个喜剧演员，我不准哀痛，我非得搞笑。当你想要生气的时候，不行，我不能生气，我得搞笑。我是个喜剧演员，对，所以他们又没有出口，可是他们又没办法对外讲，不然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很多喜剧人他们在生涯的中期会跑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比如说Key and Peele 里面的 Jordan Peele， 他后来跑去导演恐怖片、恐怖电影，然后有一个叫 Childish Gambino， 以前叫 Donald Glover 的喜剧人，他跑去饶舌，他饶的是美国社会问题，也没有在搞笑，完全没有在搞笑。我觉得走到某一个阶段，就会发现任何事情都想搞笑，最后搞死的还是自己。你担心自己发生这件事吗？我最近就是因为刚那个工作人员想要我讲说我生涯最低落的时候。对，然后好像很多人会觉得一定是前年那个外送员事件，可是我在想一想，是不是现在啊？是正在跟宋医师对话的时候，对，是不是这个通告害的？不是啊，我最近越来越大程度的感觉到，我好像我开始去质疑喜剧到底能做到什么。真的有人看完任何一个喜剧作品之后说，我好想要当一个更好的人，有这种人吗？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看完会想要当一个更好的人的影片，通常是那种美国法官，然后看到一个可能弱势族群，然后他就很英勇的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赢得满堂彩，说耶，他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帮助一个弱者。他没有在搞笑，
或者是有一种类型的影片是，他们当然都是塞好的恶作剧，就比如说在一个麦当劳里面，然后就看到一个白人在欺负一个黑人，然后有路人挺身而出说：“嘿，你这样子不酷诶，请停止。”那看到这种影片，你都会被激励说：“对，我也想要当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也想要为别人挺身而出。”可是他有个共同点，就是他都不是喜剧。我在听很多人跟我讲说，他看了哪一个喜剧特辑，真的深深受到了启发。因为最后，然后我说好，你跟我讲哪一个部分会让你变一个更好的人。他讲的都是那个特辑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当那个演员不搞笑，开始上价值，讲一些温馨的东西，近似于 TED 演讲的部分。那对我来讲，那你喜欢的不是喜剧啊，那一趴。那5分钟不是喜剧，我倒是可以跟你分享，它应该可以被归类为喜剧，可是它绝对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阿甘正传你看过吗？Forrest Gump， 对，他其实从头到尾都蛮搞笑的，对。可是你如果整片看完之后，应该是会感动流泪，对他，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要讲说哪一个喜剧可以把它演到是会感人，会让你会觉得说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阿甘正传》可能可以符合你的刚刚讲的标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这个有点老了。有看过哈？对啊。不过这个就绕一下外文系，掉一下书袋这样子。就是一开始喜剧悲剧的分野到底是什么？OK， good。所以喜剧悲剧的分野是什么？对，因为我们现在想象喜剧好像就是说搞笑，可是喜剧其实不是搞笑啊，只要有个好结尾就是喜剧啊。就比如说主角最后结婚，喜剧。大家开心心这样子的定义叫做喜剧。莎士比亚的喜剧最后就是结婚，对啊，结婚耶，开开心心。对的 ending 就是喜剧，所以最后主角都死光光了，那就是悲剧。好像是对，伊底帕斯这种。OK， all right。那这样讲起来，那所以如果 Miss Hopla 是喜剧还是悲剧呢？啊，这是什么？就是那个《悲惨世界》它是什么啊？它的结局是好的。但它过程凄惨无比，历史剧，但就说过往我觉得很多喜剧人在想办法扮演一个他们心目中觉得理想的喜剧演员，所以他们会有很多一厢情愿的坚持，比如说我最后我不要上价值，这个太廉价了，我要笑点做收尾。可是现在你如果对喜剧的认知，你把它往外推一点点。去容纳一些莎士比亚或是希腊的喜剧，你就会发现，你最后上价值，然后有一个好的结尾，应该也算是喜剧。所以就是回到更前面的问题，如果想要透过喜剧带给社会一些正面的力量的话，我觉得可以在这种认知之下去执行。所以我觉得从你的这句话来讲，我倒是要开始对我脑袋中的喜剧，就是当喜剧被 label， 比如说 Netflix 的 label 我叫 comedy， 它的那个 comedy 我通常看到内容就是它其实是搞笑剧，所以它的过程当中充其量叫做 hilarious，可是你要说它有什么教育意义，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没什么教育意义。可是你如果看有一些这个就是我想要得到很快的那种笑点，周星驰的电影我觉得就超好笑的，你几乎每个片段一看都觉得就是夸张到好笑，但是你说那个片有没有意义？看完之后其实很难得到什么真的意义啊！即使他当中要把它弄得我最近看到一个片子，那什么斧头帮的，最后就是回到他很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小女孩，他被人家打的时候，那女孩就递出一个棒棒糖给他，结果那女孩是一个哑巴嘛，对，就是他做坏人的时候，就到最后一幕，居然他最后去攻击的那个人就是当年那个女孩，结果那女孩就被他一推倒之后，一根棒棒糖碎在地上。哇！你看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闹剧怎么演到这个地步？可是他最后的结尾居然是这个不良青年，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个损啊，长大又是个损啊，他想要混入黑帮混不了，他就是因为攻击的那个卖棒棒糖的哑巴女孩，他自己变成一个棒棒糖的老板店，棒棒糖店的老板。我会觉得说，这个喜剧的结果虽然中间是闹剧，那个结尾就是一个蛮阳光正面，这让我想到金凯瑞的电影，然后这个喜剧的它的运作逻辑比较像是有一本 Steve Kaplan 写的书，他说喜剧就是
一个平凡无奇的人面对一个他无法胜任的困难，但是不断努力的过程。好，所以金凯瑞有一个电影叫《Liar Liar》，我知道，Liar，还有他另外还有一个 Dumb and Dumber， 是不是？对，但 Dumb and Dumber 比较像 farce， 就是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闹剧，就是喜剧里面有很多分流这样子。那 farce 就是闹剧，闹剧通常没有什么意义这样。那会想要带出有一点意义，可能比较像 satire 这种。那 Liar Liar 他的设定是说，因为他的小朋友就是生日许愿嘛，说我希望我爸爸今天都不要说谎。可是他是个律师，律师要怎么不说谎呢？好了，但是就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受到了一个诅咒，我不能说谎，对，我不能说谎，所以他还是那天需要开庭，那他要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开庭开到一半，然后他就他开始狂用头去撞镜子，然后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跑回那个法庭说：“我今天应该无法开庭了。”然后法官问他说：“天哪，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他说：“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那他其实也没说谎，因为他说的是自己。那个过程是好笑，因为你知道他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他还那么努力想要克服，所以不管是没克服也好笑，最后克服了。观众耶为他喝彩，因为从头到尾你都在帮这个角色加油。我觉得这个是喜剧啊。最后的胜利也是开心的。OK， 好，我们回到下一题。喜剧文化的兴起在最近几年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关于所谓的笑话的界限，有点像延伸我们上一个题目了哈。当然也开始引起很多的讨论。你认为笑话要有底线吗？在笑话跟冒犯之间，你现在会怎么拿捏？我自己认为我有点反社会，也就是说，你很反社会，好不好？不是有一点。基本上在台上做的事情，就是拿观众当自己实验的参与者，所以对我来讲，每一次都是一个科学实验。我固定某些变项，我改变某些我的操作变项，我看它的 outcome 一不一样。如果它变好了，我就会保存；如果它变坏了，我就不会保存。那所以讲到这种界限的东西，我的立场当然会觉得说，先不要去定任何的界限。我相信很多比我更有成就的人讲过，喜剧人他们认为的职责就是找到那条道德界限，然后在左右不停的跳来跳去，就不要跨越太多，但是不要老是偶尔跨越，然后偶尔回来，偶尔跨越，偶尔回来。但这条线随着时代也不停的在变动，所以我认为去定那条线是没有意义的。你现在定出来了，你5年之后又不一样，又要重新定义。所以大家是想要我认为我们做的事情之所以会有笑声，反映的是一个既存的社会现象。社会并不会因为我们讲了某句话就变得更糟糕。他们会有笑声，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这样觉得了。所以对我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实验的步骤，如果我想要去测试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点的主题，然后现场反应不好，我当然不会留啊。我为什么要就是自取其辱？那个其实很丢脸的经验。就是你讲一句话，所有人觉得你是恶魔，我下次当然不讲啦。我为什么要执意讲这件事？那透过一次一次的实验，应该可以找出最大公约数，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认同的事情。可是这个就很悬，因为我认为网络上的讨论在讨论笑话的尺度啊，好不好笑这件事情，他们思考都局限于个体，可是从业人员在考量的是母体。也就是说，当一个笑话80%的人可以接受，80%的人觉得好笑，你会留吗？如果是70%，你会留吗？如果是I don't know，这个80-70其实很难去 scale 它嘛，对不对？你会举一个小小的实例，比如说你讲过的笑话，你认为他讲过之后你不想再讲的。好，这个我刚刚举个例子，这个笑话我在台湾讲从来没有成功过，唯一有成功过的一次是我在纽西兰讲的时候，所以可以去揣想一下这个距离感
OK，造成的效果差异。总之，我一直觉得说台湾人以健保为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问任何的医疗人员，你就会知道这是建立在别人的血汗上面才有办法，建立在医界的血汗上面，在医界的血汗上面才有办法勉勉强强还没有维持的很好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摇摇欲坠的体系。对对对，你怎么会很骄傲说我们台湾有健保？台湾出去外面自卖自夸的基本上就3个：真奶、台积电、健保。然后就是像在背口号一样，健保、台积电、珍珠奶茶，怎么会有健保呢？然后OK， 如果以笑话的概念来讲，想要说服别人会通常举一个例子。那我这边举的例子就可能会用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你不会看到一个就是17、18世纪的美国人以他们的棉花产业为傲。但我并不是要嘲笑黑人，我知道他们很可怜。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期的黑人跟现在的医疗人员一样可怜。你怎么会感到骄傲？好，那这个概念在台湾从来没有成功过。可是，在纽西兰的那种海外的台湾人笑我，因为不关他们的事啊。他们说，所以对，当你说台湾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真奶、健保跟台积电，你说纽西兰的华人就笑翻天。没有，我的点是说，到底为什么会以健保为傲？然后他们可以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那是另外一个群体，我不在里面，所以哈哈哈哈哈，真愚蠢。可是，在台湾讲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对，我觉得健保还不错啊，你是在骂我吗？然后没有人会有任何反应。不错，这个，我觉得换了不同情境就失去它的笑点，我这个可以同意。可是你是一个喜剧的从业人员，那你也研究很多喜剧。我刚刚从你的业余当中知道你读过很多，我想你应该是研究很多的 talk show 的演员。对，我是学院派的。对，学院派的做法就看看别人怎么讲的好的。那你有没有会觉得说，其实有一些经典的笑话，什么时候看都会觉得很好笑的？绝对有啊。那大家比较推崇，然后比较常见的，像乔治卡林，他讲的东西，不管从什么70、80年代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大家吵的事情还是一样，堕不堕胎的，然后一些什么生命真的很神圣吗？这种东西，我其实也有叫我 ChatGPT 列，我说有什么议题是亘古常青的，每一个年代都会遇到基本上就是什么恋爱啊，然后权力关系的，所以无论是职场上或是一些政治，然后生死，每个人都会遇到。所以根据这些项目，大概每一个都讲得出一些亘古常青，就是永远觉得好笑的。对，那我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像你这样的学院派的我们说喜剧演讲者好了，会用 AI 的方式把过去这些经典的笑话萃取出来之后，让 AI 去把它翻译成为现代，或者是转变成为现代的笑点。我没有这么重新不是这可以说是无耻，但是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的创新方式。我知道proof of concept 是 OK 的，因为其实我今年就在做差不多的事情，可是我拿的不是别人写过的段子，我拿的就是奥德赛。就我举例来讲，我最近想要写他前往阴间的那一个篇章，那奥德修斯去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遇到很多死人跑来跟他抱怨，然后比如说他遇到他之前有一个船员用很白痴的方法死，好像从船上掉下来，然后他就跟奥德修斯讲说，你一定要把我的身体好好的埋葬，不然我死不瞑目。然后他说好了。然后呢，他遇到他死去的母亲，然后很惊讶说妈妈死了，因为他打完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10年都还没有回家，他不知道他的母亲死了，所以这边他跟他母亲其实蛮感动。但后来又有一些什么阿基里斯，他过去的战友说什么我宁愿当一个活着的农夫，我也不要当一个死后就是大家尊敬的战士。但他就说活着比较好，然后你一定要帮我怎样怎样，每个人都会拜托他。好，所以这个架构基本上就是然后之后
整个情况越来越 out of hand， 就快失控了，然后他们落荒而逃，离开阴间。好，所以它整个架构是这样：进到阴间地府，有一个白痴开出了条件 A， 有一个亲人开出了条件 B， 然后有一个过去的朋友，然后说了什么样的东西，最后越来越失控，落荒而逃。我就要把它改编成现代版本。然后我就问我的 ChatGPT 说，我想到2种可能性，你来判断哪一种比较适合。第一个可能性是，我觉得这很像职场，因为进到公司就像地狱一样，对吧？没有。好，那工作上也很容易去做到那些，就是老板你要帮我做这件事情，然后说什么又要叫我做事情，然后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奥德修斯在阴间里面遇到一个先知，他就告诉说，你需要去做一个超级麻烦的事情，就是来讨好 Poseidon。这个在工作上也很常遇到，你需要做一个讨好什么其他公司的大老板，这样子他才会给我们一下好吧，就这个很好去写工作的东西，然后去比喻公司就是个地狱这样。但我想到第二个可能性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圈子呢，喜剧演员今年有2个自杀对 ，OK， 然后我是有收到一些遗书的这样子，那遗书里面有叫我要去完成一些事，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完全对应到了奥德赛里面，对啊，就是死人透过某种对，希望你一个沟通方式，一个是用讲的，一个是用写的，完全一模一样。然后我就问 ChatGPT 说，我该用哪一个？然后他就说，第一个很容易达成，因为它没有重量，它就是在搞笑。你说工作像地狱的，对啊，工作白痴很多，然后给你找一堆麻烦，对啊，这大家都知道，很容易写，很容易成功，但是它就会让你的这个希腊主题好像只是个噱头而已。你如果真的想挑战自己，就我的AI 会这样挑战你。如果想要写出让人记得隽永的作品的话，你最好去挑战第2个，因为那一个的重量，以及就是奥德赛他到了阴间，他最后了解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人际关系。你如果想要去碰这些东西的话，你应该去挑战第2个。所以我专场，对，我昨天在现场就在试着写第2个，蛮困难的。对，可是这样光是听你这样描述，我就觉得第2个看起来的确比较有分量，而且会让你这个奥德修斯的这个探索会变得更有深度。不只是说只有一个创新，或是用古的素材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尝试，而且把真的分量放进去，这个会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演出。还在努力。没有，其实你这个想法，我刚刚一开始听你讲到奥德修斯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科学界在我们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当中，有一个院士其实就很有名，他是一个物理学者，可是他后来变成专门研究生物科学的人，而且研究的非常好。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是从物理的基础出发，他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把古时候的东西拿出来，重新用现代的方法验证。他的很多上的那种顶级期刊的 paper 都是把旧的理论用物理学的方式再去证明一遍。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很多过去我们的发现，因为那时候的材料条件跟研究条件，不见得能够看到很干净的 data。那你用现代的科技的水平来重新做一遍，然后用一些不是这种生物学，你知道生物学被很多年以来都认为是一个 dirty science， 因为它的准确度很差。尤其在1950年代之前，当 DNA 还没有发现之前，那个生物学基本上是一个猜测描述的科学。DNA 也是靠物理学家去。对，很多都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加入到生物学之后，生物学才变得有它的科学意义。不然，其实50年代前的生物学基本上是博物学，是个描述动物长什么样子，骨头有几根，那是一个非常无聊的科学。可是现在的生物学就变成是我们人类变成一个最难征服的领域，因为它多变性很多。科学家、这个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材料科学家，这种现在这种电子科技、资讯科技，直到 AI 进来之后，看到它大突破。你看 AI 得到今年的有2个诺贝尔奖是 AI 相关的，一个就是 Google 对吧？那个叫 Deep 什么东西。
我突然忘记它 DeepSeek， 它应该不叫 DeepSeek， 基本上 Deep Mind，DeepMind 它那个解蛋白质结构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用 AI 一开始做这个演算法去解决蛋白质结构，都跟蛋白质有关，得到化学奖。那我会觉得说，未来 AI 得到诺贝尔奖的机会有多少？我觉得很多包括 Elon Musk 就预测说，今年年底之前，他就在讲他的 Grok 4嘛，他说年底之前应该，他说最迟明年，我们应该会有一个诺贝尔奖然后很多数学上那些难题，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全部要解决。我觉得 AI 就是有这种未来了哈。我觉得那个先消化酸民评论的那个，应该先得个和平奖。对，其实我的意思说，当我们把 AI 运用到你刚刚这个素材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 AI 真的还蛮有它的厉害的地方了哈。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底线的问题啊，你刚刚讲的实际上是说，用了比较这种generalize 的方法来描述了哈。我其实要你举实例，常常都很难举实例。那我就举一个问一个问题好了，地狱梗可以开吗？就是我刚刚说啊，我不喜欢讨论这种因然的问题。我觉得就相对天真的人才会一直说该不该做某件事情。对，实际上就是有人会去讲。那我刚才讲过，当我不太想思考的时候，就会推给资本主义嘛，就是说市场会淘汰不适任的人。那如果他活得下来的话，代表大部分的人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你认为的就是大家界定的地狱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嘛。就是比如说直接碰触到死亡的，有些人会觉得是地狱梗，或是碰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像是性犯罪之类的。可是又有些人觉得，如果你是谴责加害者，这不算地狱梗，因为它是相当政治正确的一个，就是在谴责加害者嘛。所以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市场会告诉你说，大家可以接受什么，跟不能接受什么。你一个人在那边叫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我们可以谈一点政治上的一些判断哈。我们讲说，现在比如说Gaza，就是这个以色列攻击加沙，它里面有很多的人道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可是你看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谴责。对。可是对于我们不要讲说乌克兰有没有被杀好了哈，俄国攻击乌克兰，他自己当然有很多他的理由跟借口，可是俄国被谴责成这个样子。那中国的新疆也被谴责得很严重，对不对？可是当这个人权组织到新疆去看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证据，但是西方就不谈这件事情。那从你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不是跟地狱梗有关，这就牵涉到说，到底你的话语权应该怎么样去判断？我们就拿西方这件事情，对于 Gaza，对于乌克兰，对于新疆有不同的标准，这件事情您的看法？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在讲，就是在谴责以色列啊。有一个，可是他自己好像就是巴勒斯坦裔的，好像叫 Samuel Obeid 吧 ，Obeid。OK， 那他很常讲这件事情，所以的确，看得到一些历史上，然后大家透过言论，然后或许是搞笑的方式唤醒一些意识。但其实我觉得这条跟喜剧有点无关呢。是无关。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这样牵涉到我们讲说，你刚才讲地狱梗，每个人有他不同的界限，对不对？所以我说以个人来讲，说我其实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判断。是，可是同一个人对同样一件事情，会因为他个人的某种好恶而不同判断，那种双标的表现。我想请教您的看法。我觉得，比如说像西方世界普遍对于 Gaza 都是容忍的，谴责以色列人相对少，甚至于还像美国还帮助以色列还去打了伊朗，对不对？那可是相对于来讲，整个西方对于新疆、对于乌克兰，几乎都是站在乌克兰跟新疆的这边。那新疆有中国他统治的理由，俄国有他维护他自己安全的理由，这个标准。跟当时的杀戮状态，这个西方的谴责标准似乎就不太一样。我的意思说，我知道，就你看法，就你看这样的一个接近双标的做法，跟地狱梗之间的比拟，你会觉得在人类社会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翻译一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OK， 就是在笑话这个范畴里面呢，有些东西是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很糟糕的。然后如果我们都采取一种多数决的话，就会允许那些糟糕的想法继续保持下去。比如说，10年、20年前，然后大家开同性恋的玩笑，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现在就会看到一个同性恋玩笑说，哇天哪，2025年还有人在开同性恋的玩笑，这样子。是指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说，大多数人认为 OK 的道德标准，其实有可能是不 OK 的。是吗？还是比较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双重标准的话，可能就是当你开一个跟自己事不关己的对象的玩笑的时候，觉得 OK， 但是当他跟自己有关的时候，就不 OK， 就不 OK。对，这个现象我倒觉得比较不存在。然后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我们今年圈子有2个朋友，就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嘛。那网络上就有很多的挑战声音，就说啊，来啊，不是最喜欢搞笑的吗？来写个段子来看看啊。然后大家就毛起来写啊，就是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附近，我们就不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拿来开玩笑。所以你们还是觉得说，他可以用笑话的形式来描述？当然可以，可是我会认为说是有办法，已经在心中处理完那个情绪的人，他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刚刚也有讲嘛，某些人他们跟那个当事人特别亲近，他们是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做到这件事情的。他写不下去，他讲不出口。可是就我的观察是，大家也不会去谴责其他讲的人，大家只会讲说我的心理阶段还没有到可以接受，那你们去讲吧，但我还不 OK。好啦，今天真的是很高兴，我们聊得这么深入。好，我们进入一个快问快答，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有问题。我们的快问快答的条件呢是，就像你脑部放空，直接反射，好的， 3句话之内来回答。好，第一，你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吗？不担心。超厉害！现在上台前还会紧张吗？不会。我还会。比较喜欢在小巨蛋还是酒吧舞台表演？想都不用想，酒吧。Really? OK。很想问 why， 但是我们是快问快答，我们就不对了。会推荐新观众先听哪一集播音呢？好像可以听我跟我爸的对谈，就是有一集叫《真脑人》。好，回去我一定听。智商跟幽默感有正相关吗？这个好像要请医师跟我们讲。我猜有，我猜有，但是我猜有些人是训练不起来的。像我，这样我代表我智商差。好，创作喜剧的过程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是没有情绪的。好，这个答案我接受。我觉得我自己的创作也常常没有情绪，但是我平常讲科学创作痛苦的时候居多。但是我认为医疗是快乐的，因为可以得到立刻的 feedback。那我觉得可能比较是快乐的。OK， 就是要进入心流那种状态，写到天亮。对，我就我揣想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写出一个笑话，应该自己也能笑才对。好，你近期听到最棒的笑话是什么？核三公投辩论啊？什么？核三公投辩论？我都没有在听，所以我不知道。整个场景就是个大笑话是吗 ？OK， 好。成为爸爸后的人生有什么改变？时间变少。那 AI 有帮忙吗哇，AI 有帮到忙，帮倒忙还是帮到？谐音梗，有，智商高。你最欣赏哪几位台湾的喜剧演员？哇，我以前有说过，我有个原则是我不评论同行。好，那我觉得这话我也会答。你问我说台湾哪几个医生最好，我也不评论同行。台湾人很爱讲谐音笑话，你怎么看？超棒，超安全。这个我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吗？就是我们在做让 AI 生成笑话的时候，发现说它各种那种比喻的笑话、误导的笑话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它唯一一个还没有掌握的是谐音笑话。真的？对那 AI 还真的有开发的地方。对，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就是从业人员最鄙视的谐音笑话，竟然成为了防御 AI 的最后
一道防线城墙，对，真的好悲哀哦。 AI 居然攻不过。好，下面呢，残酷的场景2选1，专场笑话没中，或者是被延上2周，一定是专场笑话没中，所以剪掉就好了。想对网络上的酸民说些什么？要快乐，对啊。好中肯啊！你梦寐以求的演出会长成什么样子？哇，这个可以稍微回答刚刚那个小场地。我梦寐以求的场地，演出就是在300人的场馆大小，然后当我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我不需要担心影响我的亲人家属或是公司，我可以讲出真的想要讲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然后在一个很安全的空间里面讲，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表演。对，期待你有一天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好，最后一题，你现在脑中最辣的 hot take 是什么？hot take， 我认为高中应该要在毕业之后就把所有的制服收回去，让师大附中的人不要再玩制服日了。OK， I don't know how hard that is, but OK。好，我再讲一个。我觉得人过30岁不能再过生日。我同意耶。你几岁？因为我过8岁吗？我过30岁的时候，我妈每年都问我说：“你今年几岁？”我说：“妈，我今年30。”哎，你去年不是30吗？我说：“妈，过了30岁以后都是30岁。”对，Good，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讲的 ，OK，谢谢。